there could be a supervolcanic Category 7 eruption. That's the danger. We're talking about a sleeping Godzilla underneath Yellowstone. Oh my God, that's a supervolcano that is a continent killer. 想象一下，有这么一种力量，它强大到可能撕裂美国的心脏，有可能使美国的基础设施搞得岌岌可危。说起黄石国家公园，那简直就是美得让人瞪大眼睛，让人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但是啊，现在去黄石，除了看那些让人啧啧称奇的景色外，还得多加一份小心翼翼，因为你可是在一片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冒险呢。著名物理学家、未来学家、科普大佬加来道雄最近发出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警告，说黄石那边不太平静，黄石国家公园即将火山爆发，未来几年里可能就要大发脾气了。这可是一场足以把这个地区面貌全换的大灾难。那个总爱捣乱的黄石火山口，躲在地面下，时不时就来个小动作，提醒我们别小看它。历史上，地球上这种大动静多了去了，不光改写了地貌，连生命的轨迹都给改了。想想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惨剧，那场灾难永久地记录在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毁灭中。当时火山以难以想象的力量爆发，致命的灰烬、熔岩和火山气体覆盖了毫无防备的城市，将它们埋在了毁灭之下。那一天的恐怖提醒我们，火山活动的毁灭性后果是多么令人战栗。当我们深入探究加来道雄的预告时，我们不得不对黄石国家公园的奇观感到惊叹。那大峡谷被黄石河刻画了千百年，那峭壁，那瀑布，美得让人停不下脚。但是呢，这美丽之下还藏着隐患，提醒着我们这里的力量随时可能爆发。猛犸温泉那冒泡的池子和喷气的口子，就像是大地在这里热情拥抱。地面的轻微颤抖，就像是在警告我们，下面的混乱随时可能爆发。更不用说上见歇泉盆地，那里生机勃勃，但那喷发的间歇泉和冒泡的泥池，暗藏的真相可能是黄石和火山密切相关。这种关系既塑造了这里的风景，也可能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灾难。正当我们以为已经见过了所有奇观时，命运突然让黄石陷入混乱。在短短24小时内，泰顿山脉就出现了个巨大的裂缝，提醒我们地下的力量随时都可能爆发。公园的管理者们都紧张兮兮的，争分夺秒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这对周围的景观意味着啥。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紧张感越来越浓。黄石是不是就要爆发了？还是我们能坚强面对，直面这片壮丽公园里潜藏的恐惧呢？在泰顿山脉的高峰之上，藏着既坚韧又充满危险的故事。这里的自然力量展开了一场史诗般的较量。泰顿山脉对火山活动来说并不陌生，它的形成涉及多种地质因素，让它成为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从坚硬的岩石到毁灭性的动力，它总能让我们惊叹不已。泰顿山脉就像怀俄明州的年轻霸主，坚韧不拔，历经时间的无情侵蚀，但依然屹立不倒。但在这粗犷外表下，却隐藏着一种脆弱，这种脆弱正是大自然无情力量的利用对象。想象水分悄悄渗透进地表，然后冻结扩张，就像是慢慢地用力撬开岩石，这就是所谓的动容作用。它是灾难的前兆，导致岩石块开始倾斜、跌落，沿山坡滚落，好像是在进行一场毁灭性的舞蹈。这些岩石在它们动荡的旅程中遇到障碍、碰撞、破碎，最终像毁灭的河流一样流向山谷下方。雪崩更是加剧了混乱，把松散的岩石和碎片裹在冰冷的怀抱中，
给这片风景留下了自然力量强大的印记。但在这不断变化的风景中，有一个阴暗的真相，让专家们高度警觉。在仔细监测的岩石裂缝中，任何移动的迹象都是潜在危险的冷酷提醒。因为黄石深处正在重新充电它的岩浆时，地球深处的熔岩正在填满它。倒计时已经开始，向那场可能释放出难以想象的灾难，把火山岩发射到大气中的爆发倒数。随着研究者们深入黄石的地下深处，向它的温泉注入放射性同位素来测量岩浆的能量，紧张气氛不断升温。黄石的火山口是否会从沉睡中醒来，释放其破坏力量，给世界带来震撼，还是我们将被留下来思考，在自然的强大力量面前，我们存在的脆弱性？在泰顿山脉的心脏，那崎岖的美丽风景中，藏着韧性与危险的故事，提醒我们大自然的强大力量和我们世界的脆弱性。在黄石国家公园宁静的表面下，有一个定时炸弹在等待着，准备向毫无戒备的世界释放其破坏力。但这个曾经沉睡的火山是如何成为灾难的先兆的呢？一切都始于黄石热点，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地质现象，潜伏在地壳下，由地球深处升起的滚热岩石的垂直柱状体驱动，数百万年来塑造了美国西北地区的景观。随着北美洲板块经过这个热点，它留下了一条火山活动的痕迹，从俄勒冈州到爱达荷州，再到怀俄明州，标记着这段地带中已灭绝的火山中心。在这些地标中，黄石站在最显著、最近的热点炽热遗产之上。但黄石并不是普通的火山，它是一座超级火山，一个有能力引发能够重塑大陆的灾难性爆发的庞然大物。在它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一个由热点无尽能量驱动的地下熔岩海洋。研究这个区域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之前的研究低估了黄石下面酝酿的火山活动的规模。通过公园温泉流动的水量和热量是惊人的，将原本被认为是休眠火山的黄石变成了一个定时炸弹。科学家警告说，黄石从沉睡中醒来，引发一场级别达8级的火山爆发事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样的事件可能会摧毁整个国家。这不仅仅是猜测，而是基于地质证据和越来越多的火山活动迹象的严峻现实。但黄石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热点在整个区域留下了火山特征和过去爆发的痕迹，从爱达荷州南部的蛇河平原到月亮国家纪念地的火山口，这些景观见证了热点动荡的历史，一段由激烈的火山活动和长期的相对静止期交替的历史。当我们凝视黄石国家公园的宁静美丽时，让我们不忘记自然力量的壮观和我们世界的脆弱。咱们别忘了，地球表面下隐藏着的那股熊熊烈火，它提醒我们大自然的力量多么惊人，我们的世界依赖的那份脆弱平衡。黄石热点一直是科学家和地质学家研究的热点，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窥地球内部运作的独特机会。但近期的发展让科学界震惊，让人担忧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最近几个月，黄石国家公园的一些不祥迹象表明，地下的情况不太平稳，地表地面正在升高，这是身处地球内部巨大力量在作用的明确迹象。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个长达465英里的巨大熔岩岩浆直接在公园表面下移动，加剧了紧张情绪。公园标志性的间歇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这暗示着地下正积聚着巨大的压力。所有这些迹象是不是都在指向一场不可避免的爆发呢？想象一下，
1980年圣海伦山的爆发相比之下简直就是小儿科，黄石可能引发的超级爆发的规模至少是8级或更高，这将喷发出至少1000立方公里的物质，足以把整个德克萨斯州埋5英尺深。这不仅仅是猜测，黄石之前已经爆发过3次，最后一次爆发形成了巨大的黄石火山口，一个34英里乘50英里的凹地。但黄石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超级火山，地质学家已经发现了历史上至少有47次超级爆发，最近一次发生在26000年前的新西兰。为了防止一场灾难性的爆发， NASA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钻入超级火山6英里深处，注入高压水来冷却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用热量作为地热发电站的资源，以抵消任务成本。但是钻入岩浆时带来巨大风险，可能会触发他们试图防止的那场爆发。即便计划成功，也需要成千上万年才能完全冷却超级火山，没有成功的保证，风险极高。科学家们正面临黄石超级爆发的可怕前景。如果 NASA 防止黄石爆发的大胆计划失败，我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黄石公园地区的超级火山爆发会给北岩山区带来3英尺厚的灰烬，混乱不堪可想而知。怀俄明、爱达荷、科罗拉多、蒙大拿和犹他等州将首先深受其害，而且中西部也会被几英寸厚的灰烬覆盖。即便沿海地区情况稍好，几英寸厚的火山灰也能造成巨大破坏，建筑物会垮塌，道路无法通行，人们的呼吸问题会激增，电线会中断，变压器会短路，北美的航空交通会完全停摆。想象一下，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恢复航班。但影响还不止于此，这样的超级爆发会有全球后果。大量的硫磺气溶胶释放到大气中，形成一个反射阳光回太空的保护盾，使地球降温。这种冷却效应听起来像是大自然自己的空调，但在全球范围内，它可能导致灾难，就像1991年的皮纳图博山爆发，地球平均温度下降了约1摄氏度，持续了几年，导致天气模式和农业生产普遍受到影响。别忘了1815年塔姆博拉山爆发后的那个没有夏天的年份，导致农作物失收，食物短缺，整个地区饥荒肆虐。所以如果黄石顶上来个超级爆发，其后果将远远超出它的直接影响范围。它可能打乱生态系统，损害食品生产，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的生计。时间在滴答作响，黄石的命运悬而未决。在科学世界里，预测和警告有时就像一把双刃剑。加莱道雄，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自2023年以来就一直在警告我们黄石可能即将爆发的危险。他警告说，如果这种看似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真的来临，我们会有提前的警告和几周的时间撤离。但是我们真的在注意到眼前这些明显的迹象吗？就拿2018年来说，世界上最高的活火山喷泉蒸汽船喷泉爆发了惊人的32次，打破了所有历史记录。甚至自1957年以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埃克塞尔西亚喷泉也出人意料地爆发了，喷出了1930年代的碎片。而且黄石下的地面多年来一直在稳步上升，仅仅在12月就伴随着超过121次的地震。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提醒，我们的星球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些迹象不可能被忽视。尽管如此，专家们继续向公众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事实是，随着每年的过去，地球的颤动变得更加明显，无数的生命岌岌可危。这是一个危急的情况，
但也许加来道雄的建议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在黄石火山观测站，来自全球的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不知疲倦地工作，以领先于爆发。他们使用从地面监测站到卫星图像的各种工具来跟踪黄石火山口的活动，测量震动和震动的地震仪提供了地下岩浆移动的关键数据。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止步，科学家们还仔细监测黄石的地热特征，比如温泉和间歇泉的温度和化学成分，以评估威胁等级。像硫化物和二氧化碳这样的火山气体被分析，以深入了解岩浆式的行为。尽管面临挑战，这个团队依然坚定地完成他们的使命，了解黄石复杂的动态。他们的工作结合实时监测和警报，旨在确保每年访问黄石国家公园的数百万人的安全。因为最终，这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一场黄石爆发，而是为了保护我们星球上的生命。风险极高，每一个努力，每一个警告都可能意味着生与死之间的差异。所以，在我们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让我们听从警告，保持警惕，并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随着黄石超级爆发威胁的加剧，人们的心头涌动着无限的想象与希望。从学术界到权力机构，专家们纷纷提出各种应对策略，犹如探险家在茫茫黑夜中寻找那一抹微弱的光明。提前警告系统成为了众多提案中的璀璨之星，仿佛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借助先进的地震监测网络、卫星成像等尖端技术，这个系统承诺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的逃生时间。当大地颤抖、天空变色之际，它能够及时发出警报，让我们有机会逃离即将成为火海的家园。撤离计划的制定则如同军事行动一般精密，从应急措施到紧急协议，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旨在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确保人们能够迅速安置在安全的避难所中。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尽管我们有着最好的意图和最大胆的尝试，但在大自然的愤怒面前，人类的力量仍然显得微不足道。被誉为灾难万能药的提前警告系统，在不确定性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地震活动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我们难以捉摸即将到来的厄运，而错误的警报和预测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和混乱。精心制定的撤离计划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黄石超级爆发的规模和幅度，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安置数百万人，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混乱、恐慌和绝望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使得即使是最周密的计划也显得苍白无力。曾经被视为人类最后希望的地球工程，如今也成了一把双刃剑。人工屏障在熔岩和火山灰的冲击下显得不堪一击，而试图操纵地球大气的行为更是加剧了危机的恶化。我们绝望地尝试控制超级火山的狂怒，却最终只是在更大的规模上释放了混乱和灾难。如今，世界站在了灭绝的边缘，我们曾经的希望如今已化为泡影。面对自己的局限性，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力和渺小。随着灾难倒计时的临近，我们的问题比答案还要多，数百万人的命运悬而未决。灾难的幽灵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而我们却似乎束手无策。然而，即使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我们也不能放弃希望。或许在这场灾难中，我们能够找到超越自我的力量，重新认识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或许在绝望的深渊中，我们能够找到一线生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坚定信念，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